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就连中烟的魔神也逃不过兼用，这个出发点就比较吃亏啦。本集来看看由千纸店出品的 Realbot 魔神 Zero， 登场于作品《真魔神 Zero vs 暗黑大将军》，背景是2009年的动画《真无敌铁金刚》冲击 Z 篇的平行世界，单纯就只有漫画形式哦。但因为作画风格非常的强烈，画风调性也比较露骨，因此其实是一部分级制度比较高的作品哦。外盒同样是采用正面大头照，本款的凶恶头雕直接就现给你看啦，没有多余的设计，但却有感受到气势。魔神 Zero 无敌铁金刚的最终形态，七种魔神力完全觉醒后的救急姿态，理论上根本无敌的绝对存在哦。它能够自我再生、自我进化，还能吸收任何能量与变形成对应的形态。但最强的是能够突破次元与时间的预测能力啊！对它有利的状况，只要几率大于0%，就会直接变成事实。这个做坏了呀，老板！制作上是千纸链，加上又使用了旧有的模具架构，本款的高度就差不多是19公分啦。重量上手感竟然又比较沉哦，认真量起来大概就是这么重。本款素体架构无意外的又是用魔神凯撒去改啦，因此整体的感觉就像是万代 HG 版的 Zero 一样，感觉是把 Zero 硬塞进这个架构里啊。虽然千纸链之前的魔神皇帝 G 一样也是用这个架构，不过 Zero 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于魔神凯撒与魔神皇帝 G， 而是更加的霸道、凶恶与巨大震慑感的呀。但就身形来说，本款表现并没有太好，主要原因归咎于这个素体架构的髋部太窄啦。而上半身又比较壮硕的情况下，整个下盘就显得比例失衡，髋部再宽一点，然后腿部再往外一点，感觉就会不一样啦。另外一个比较不满的就是背后的飞翼连接点啦，素体开发费用都省下不少了，结果这边也不肯多加个开合机构呢，小气巴拉。虽然身形上本款并没有太出色，不过头雕的表现依然维持了千纸链好水准。脑袋指挥艇虽然可以拆，可是它没有意义啦。不过头冠跟脸部的比例抓得很不错哦，嘴巴可以打开，但唯独我对嘴巴两边的接点太过明显啦，有一点意见。帅气变成角度限定。全机涂装主色黑色，以亮面还有雾面两种方式来呈现，部分的位置会采用金属银色，而且没有看到溢气的情况。银色部位的金属色泽维持漂亮的发色，关节细部则采用金属蓝来做点缀。但我个人是私心觉得用金属红好像看起来会更凶。放热板采用叶片的结构，加上透明零件的外层，可是整块放热板比例看起来有点太细啦。后面的圈圈采用金属红色涂装为主，搭配部分的透明零件做色块效果，也配合细节很多的本体有大量的造型呈现。但我手上这一只的腹部它没有对齐耶，哎呀。头部与脖子的连接关节提供了水平转动，还有上下范围。后方的兜也有可动设计哦，可以提升抬头的范围。不过本款的脖子采用新设计的结构，因此扩展范围非常的夸张。主要用途是在抬头的时候姿势可以更加自然，以及可以充分的表现压倒性威力的向下藐视。躯干延续这个素体的复合式结构，上胸可以左右倾倒，也可以前后弯曲，并且也负责水平转动。腹部的金色星星可以拉开来让臂，腰部也可以左右倾倒与前后弯曲，但是无法水平转动。两块放热板是独立零件，连接点是球形关节。上臂转动无碍，肩膀根部同样采用系列的斜切球形关节，向前时后侧也有防穿帮的造型零件，水平抬举能够达到90度，上臂转动在中段。下臂因为左右两侧的造型影响，要弯举之后才能够转动。手臂弯举的幅度很大哦。手腕是球形关节，有附属4种的替换手收。裙甲可以稍微掀开，髋部同样是很窄的设计。大腿向前抬举需要往斜角度来抬，幅度可以超过90度。水平抬举没有妨碍，所以范围也能到90度。大腿转动的关节在中段，膝盖弯曲有联动设计，幅度相当的大。但是本款的小腿外盖设计太过粗暴了，弯曲时直接会有个大洞露出来呀，这一点反而是退步哦。脚掌偏小，这只脚踝的材质依然是有一点弹性，
不过有新增了2段的向下拉伸关节。虽然脚掌活动度获得了提升，可是站立时的重心还是要多注意哦。脚掌前端有一段可动关节。眼镜喷出来的光子力射线，千指链直接使用旧模具，当然也就没有发光机构啦。我还特别用 UV 灯照一下，看有没有惊喜，想当然是没有啦。手臂预设是没有避刃的形态哦，需要用转的将原本的外装甲移除，再将2片大小避刃给安装进去。要注意需要对齐正确的方向哦。单纯的金刚飞拳由附属发射的特效键，左右各有一个，可以装在手臂上重现待发射的状态，或是拆下手臂之后的喷射状态。原作的金刚飞刀超级大一把，大到之前没有大厂把这个大臂刃给商品化过，所以千指链算是大厂第一人啦。要先替换外装甲或是臂刃，然后装上专用的连接器，就可以把附属的巨大臂刃给装上去了。虽然比起原作的尺寸仍然是有落差啦，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嘛。另外，千指链还原创了新玩法哦，2片大臂刃可以分别安装握把，就可以变成2把大刀啦，或是也可以将2把合而为一，变成1把大的双头刀。Zero 飞翼与本体的连接点，除了一般使用的之外，还有附属一个延伸件，让飞翼与本体的距离变大，降低可动的阻碍。连接件与本体的接点是圆形直装，与飞翼的连接点则是球形关节，所以可以有限度的调整位置哦。对于圈圈也有原创的机关哦，先将2侧中间的扣点翻开，就能够把圈圈上下2侧以相对的方向来翻开。根部具备旋转关节，因此可以旋转成2个尖角为同样方向的状态。这个主要是提供2种新的飞翼造型啊，加上原本的圈圈就有3种样式可以挑选啦。虽然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还好啦，但可以给玩家多些选择，还是给正面的评价。附属地台不是早期中间透明的那一块，而是近期使用的那一款。可动支架这次主要是给 Zero 飞翼来使用，因此对本体有多附了一根金属支架。当然，你本体要用可动支架也是没问题啦。拿我现有的各家魔神 Zero 来比较一下 ，Action Toys 版因为背后的圈圈始终只有图，但它没有要卖，而且巨大尺寸直接当成镇宅用比较实际，因此算是规格外的东西啦，所以就不列入比较，数大便是美。HG 版不用说，仍然是我目前觉得最差的版本啊。我个人是不讨厌 Infinity 的茶叶蛋风格，但是 HG 版的整体表现实在非常的不好，而且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。只有头雕够帅气是唯一的亮点。CZS Toys 版是该厂商相当早期的商品，完成度很高，但是有些毛病颇麻烦。听说后来的会场限定版有修正断头的问题。身形虽然不是筋肉感，而且偏方正，不过整体的视觉重量感与实际的重量感都非常的充足哦。Modoroid 版的头雕不好看是最严重的问题，结构过于阳春则是另一个大问题。尺寸太小，然后有点贵是额外的问题。不过这版的身形就是比较有原作风格的样子啦，跟本款一比较，很明显千指链版显得太瘦弱啦。SR 超合金版是魔神 Zero 最早的量产商品哦，嘴巴不能开，而且几乎没有配件，替换手还容易氧化。关节因为当年技术力比较差啦，所以都有松弛的状况。但这尊的身形依然是我目前觉得最好的样貌哦，就是要撞到你会怕。中烟的魔神近年来不断的有新商品啊，像是本集在发表之时，同时有一家本来都在做小尺寸变形金刚的厂商，也发表了他们家版本的魔神 Zero 哦。可能对于新世代的玩家来说，这尊强度做坏掉的魔神，或许是比原本的无敌铁金刚更具吸引力吧。本款单就完成度还是在高水准之列，素体结构本来就优秀，涂装表现也没有状况，而且还是首款将金刚飞刀立体化的商品啊。当然，原创的互动玩法虽然见仁见智，不过确实有想要突破目前相关商品的框架，只是没有依照魔神 Zero 的调性去重新开模，而是选择了沿用素体结构，终究还是令人觉得便宜形式的成分比较大，可惜啦。总之，本款整体的表现并不会太差啦，只是身形真的不得我心，加上千指链的价格都比较高，想入手的话还是多想2分钟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
拜拜。